就是中國精神，廣西狼兵後裔，絕不認輸。我說了。他是拳擊擂台上的 KO 專家，也是令人聞風喪膽的重炮殺手。他的比賽只有終結，沒有判定，不是他 KO 別人，就是別人 KO 他。重拳一出，不管你是日本拳王還是韓國冠軍，通通都要跪倒在他的面前。放眼整個亞洲，與他同級別的選手，根本沒有任何人是他的對手。他打法之所以如此兇悍，一方面是拳頭夠狠，而另一方面是他的體內流淌着純正的廣西狼兵後裔的血液。廣西狼兵後裔絕不後退，也堅決不認輸。好，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是來自於中國的廣西狼兵後裔打着來自於巴西的鐵頭哥維克托，很好辨認啊。我們注意看這個腦袋啊，已經是反光的人，便是維克托。很多中國的拳迷粉絲啊，很喜歡叫他啊這個巴西版的武僧一龍。一方面是形象比較像，而另一方面是他這個身體這塊啊，的確是夠硬。以前曾經打過不少的泰拳，以及最殘忍的纏馬拳賽啊，都是非常需要身体硬度的。啊，通俗點來說啊，就是扛揍啊，皮糙肉厚。好漂亮，正蹬。哇，重拳有些打晃了。好漂亮，三拳打晃，三拳爆頭打倒了。現場的美女裁判開始了讀秒。哎，這場比賽的裁判竟然是女裁判啊，我們才發現。很難得。好，注意看，孟國東把比賽節奏拉得非常的快，已經有一點想要 KO 對方的想法了。曾經跟我們這個孫維強打過，手被孫維強給踢傷。這個時候此時此刻，在台下孟國東的教練正在告訴孟國東啊，要冷靜。此時體內流淌着廣西狼兵後裔血統的孟國東啊，根本冷靜不下來。維克多我看還有反擊能力，是，而且在泰國他是打纏麻的，所以抗擊打能力非常強。对，还有对头部的防守，包括整個節奏也是拉下來。好漂亮，連續的補刀，瘋狂的大力擺拳。哇，現場的女觀眾雖然說看不懂比賽，也很興奮。巴西的鐵頭哥維克托現在是完全沒有還手的餘地。而且我們注意看，他的鼻血已經流出來了，這在他的比賽當中呢是很少見的。孟國東已經吹起了衝鋒的號角，最後的衝鋒。頭部在腹部，哇，這種擊打能力非常強，太強了。對，維克托的眼神雖然很憤怒，但是呢，他不是太是。哇，但是這個維克托身體硬度太強了，觀眾朋友們。有一點忘記和大家說了啊，這個維克托呢，他的生涯戰績啊，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點，那就是從來沒有被 KO 過。也就是說他的身體硬度很高，但是孟國東的比賽就有意思了，他所有贏下的比賽全部都是 KO 對手。可以當一個職業的運動員，好好的訓練，在巴西沒有辦法，是那邊環境比較差一點。對。然後藍方的教練叫他一直待在擂台的中央，但是頂不住啊，因為孟國東的這個攻擊力太強了，而且這個孟國東打得很冷靜，是他一點不急，不慌不忙的找機會。廣西狼兵後裔，觀眾朋友們真是百聞不如一見啊，的確是夠猛。而且我們看孟國東的拳啊是又快又準，不過今天的對手啊是維克托呀，這個家伙的確是夠硬啊，很難去 KO 對手。這要是換做一個小日本或者說一個小棒子，估計早就被孟國東啊 K 掉了啊。不過今天情況有點不太妙啊，情況有點不太對。好，第二回合比賽繼續。而且運動員要注意啊，他們通常是帶着護士在講這個話的，所以要特別的清晰，是啊，特別短簡潔。看看經過這個1分鐘的休息，維克托有沒有緩過來，調整過來。孟國東剛剛一邊退一邊出腿啊，其實這是一個高難度的動作。他對着出了一拳，又退着又出一腿，上下結合的很好。是，哦，這個後退的出拳跟出腿一定要練的。對，但是跟協調性有關係。是，他剛才這個躲閃的反擊做得很好。是，是，然後對手的協調性就沒，還有爆發力就沒有他好。是，可能稍微要僵硬一些。對。我們看第二回合的孟國東啊，明顯是開始收油降速了。
如果還像第一個回合那麼打的話，蒙國東今天的比賽可能就難了，因為對方的硬度很高，如果不能保證KO 對手，那第3個回合那就不好打了。畢竟體能是有限的，但對方的抗擊打能力在我看來好像是無限的啊！而且這個維克托呢，不僅抗揍啊，他的進攻也很有力度。雖說慢，但每一下呢都是非常的扎實啊，非常敦實。這個時候就會加強進攻了。是。不能給他這種，就是說這種節奏，如果這種節奏的話，怕是被突然被对手抓住機會，对手气勢就上來了，況且不能緩，況且對手呢是有一定能力的，是，不能緩的前提就是你要有充足的體力去壓迫他，體力，他可能第一局衝的比較猛，然後體能現在有了一定的那個影響，需要第2局調整一下，那也只能是一個短暫的調整啊，不能長時間的這樣。蒙國東點打得很準，但是呢，他力量有點下滑，力量下來了。這個調整的過程就是一個擂台上的一個天賦，是一個經驗，加強進攻了，加強他的力量啊。有時候是看你有沒有早熟，因為這個選手都很年輕啊，有時候20幾歲，頭腦還沒有那麼的清楚。對。等到頭腦清楚的時候，身體打體能又不行了啊。所以說，那我們怎麼能保證在體能的情況下又有很好的頭腦呢？可能要比他早一點練拳啦，有時候太晚練了已經來不及了。對，要早一點練拳。對，是很多都是小時候就開始，大概10歲之前就開始練。是。因為他這一好，這邊雙方第2回合比賽結束，我們看蒙國東還有體能跳上圍城和觀眾打招呼，說明蒙國東現在的體能儲備是完全沒問題的啊。所以說接下來的終極回合。第3回合，蒙國東應該是完全沒問題。這邊第3回合比賽開始了。紅方蒙國東，藍方來自於巴西的維克托啊，他江湖人稱巴西的武僧一龍，長得像這個抗擊打能力也很像。漂亮，低扫腿，沒錯，多砍砍腿。對方腦袋硬，身體硬，我覺得這個腿未必很硬啊。開始加強了這種密度和重擊的擊打，是。因為蒙國東在第1局展示了他絕對的這種擊打的能力啊，確實是擊打能力很強。所以有機會 KO 對方就不要留情，不過這個維克托也是毅力也非常強，是，加上也很好，堅持到第3局挨了這麼多重擊。對，其實在心理素質上打過纏麻的會覺得打拳套好像不是那麼痛，比較不會怕。對，他是加上他的身體的這種抗擊打，加上意志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強，是撐得下，綜合性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因素。所以說，你看他反擊起來也是觀眾朋友們，現場兩邊的團隊教練在台下都在喊，對方累了啊，兩邊都在喊。但不過我看起來的話，感覺蒙國東的體能應該是好一些啊。這個維克托看起來要更累啊。第3回合最後的1分鐘了，蒙國東今天能不能夠 K 掉對手？搞不好這場比賽會打破蒙國東過去以往100%的 KO 率啊。因為這個巴西鐵頭哥，你看太硬了，我甚至懷疑他是不是沒有痛覺呀？有些軟了，蒙國東的拳，轉身邊拳。對方還了一個轉身肘，兩人都有些軟。照這個情況看的話，想 KO 有點難了。主要在比較緊急的狀況，就是大口呼吸，不恥掉了，不恥脫落了。這個蒙國東每次把對手重擊或者說需要去中立腳的時候，他都會面朝中立腳，然後看着底下的觀眾，對吧？等着觀眾幫他加油，然後給他鼓氣。对。有可能要想一下，待會要怎麼打。冷靜。對，最後10秒，現在兩個人都開始用這種體能下降，用這種小的點拳，在控制對方的距離打點。好，比賽終於結束，兩個人這場比賽真是詮釋了什麼叫做絕不後退。蒙國東也是沒有丟廣西狼兵後裔的臉。全程呢是不斷的往前去頂和對方是硬碰硬打到了最後。雖然說沒有產生 KO 吧，但是也足夠證明了雙方選手都是勇士。比賽最終結果，恭喜蒙國東點數判定戰勝了維克托。同時也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這位實力和顏值並挺的姑娘就是王小花。
他是格斗界跳舞最好的，也是舞蹈界打拳最。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什么都可以不用干啊，光是盘在对方的身上啊，就安德森很难受了。他非常非常顽强，非常顽强，就是打不倒的感觉。好的，哎，这一拳打得很结实，打得很实啊。哎，这下怎么回事？哦，太漂亮了！哎，砸肘，漂亮！哎，一拳前手拳，前手四。巴西女拳王时隔6年再次来中国，点名要找张伟丽复仇，扬言要让张伟丽血债血偿，表示如果做不到就当场批放做遗孤。张伟丽表示你千万別反悔。好，观众朋友們，這場比賽是一場中國女拳王張偉麗的復仇大戰。沒錯，又是一場復仇的戲碼。對於張偉麗來講啊，觀眾朋友們，復仇她已經是見怪不怪了啊，像吃飯和喝水一樣常見。沒辦法，想讓我們樹大招風的前來挑戰的人啊，從中國排隊排到了法國，那真是一點都不誇張，太多了。好，我們來看一下今天來復仇的，穿着粉色小背心兒，來自於巴西的女拳王艾琳·賽迪奧梅耶爾。她的年紀比張偉麗大了，應該是8歲啊。在6年前啊，這個艾琳輸給了張偉麗，當時的她呢是風頭正盛，怎麼也沒有想到會輸給張偉麗這個毛頭丫頭。啊，當年的確是毛頭丫頭，現在不是了啊！現在我們是中國女拳王啊，格鬥女皇。好，進內圍了啊，骨頭頂膝。哇，看張偉麗打比賽就是帶勁兒啊！不過要小心，張偉麗的話不要把對方的小胸衣啊、粉色小肚兜打掉了。剛剛是有一點點危險。倒不是怕張偉麗傷害他啊，主要是怕這個比賽如果真打掉了，那我們就看不着了啊。好，下潛抱摔。這個衝擊還是很兇的。在六年前啊，艾琳是在站立這一塊，也就是拳腿功夫啊，輸給了張偉麗。看來這一次他是有備而來，主攻地面啊，來和張偉麗打的。不過此時我們看張偉麗的防抱摔相當穩健，兩條腿擺開了一個弓箭步，可以說此時我們的底盤呢是堅如磐石。哦，小心！哈哈，這個是真有勁兒啊，能把張偉麗扛起來。哦，不過你說他有勁兒吧，他可以把張偉麗舉起來，但是你說他沒勁兒吧，他又放不倒張偉麗，這是什麼情況？雙方互換頂膝，但很明顯張偉麗的膝法要比對方啊有勁兒多。這個艾琳萬萬沒有想到啊，這6年苦練的地面本領在張偉麗這裡不好使啊，根本是拖不到地面的。看來這6年啊，艾琳只關注自己的成長、自己的進步，卻忘記關注張偉麗了。張偉麗現在是6邊形戰士，無論是拳腿功夫還是地面摔跤柔術啊，我們都樣樣精通。可以說啊，沒有什麼弱點。唯一可以詬病的點，可能就是張偉麗的硬件條件了，也就是她的身高和臂展。那沒辦法，這天生的，我們也不可能把雙腿敲斷啊，重新接一塊。艾琳的速度很慢啊，你看拳腿的組合，你看和張偉麗比起來，根本不是一個級別。三輪車和跑車怎麼比？比身材你贏了啊，比實力你不太行。張偉麗這個膝啊，不僅是有頂那一下，還有往前這麼懟那麼一下啊。這是張偉麗和泰拳的一些教練啊習得一些本領。肘擊。張偉麗的肘擊很重啊，不過艾琳有一點，她的這個皮糙肉厚的點和6年前一樣啊，還是很剛打。在6年前，他和張偉麗是打滿了整場比賽啊，幾乎是被打到面目全非了。總之很慘。我們看艾琳依舊是相當的執着。好，進地面了，難道他成功了嗎？不過看情況，他的控制能力一般啊，根本按不住張偉麗。好，張偉麗從後背這個角度夾住對方的腦袋，以保持自己的平衡。又來了，
他這麼大的劲兒，打什麼拳啊？我觉得去工地啊扛水泥、扛沙袋算了。实在不行啊，去搬点什么別的東西啊，搬冰箱了。別人搬一個冰箱，他可以搬2個冰箱。空有一身力氣啊，但是技巧上有點欠缺啊。這個角度張偉麗也不太好發力，只能是一點一點的蹭磨對方的這個血量。好，這邊第一回合比賽結束，張偉麗的話幾乎沒用什麼勁兒啊，全部的注意力啊都集中在了防摔這一塊上，而這個艾琳呢則是卯足了勁兒啊，像一頭牛一樣。我們看艾琳啊，髮型也散了。對面這個男人就是她的老公啊，她的這個老公呢很有意思，有的時候為了刺激她啊，喜歡給她來一個耳光。哎，還真扇上了。不過這種耳光的話，它並不是說家暴啊，而是這個為了給他點刺激，讓他興奮起來。好，這邊雙方比賽繼續。哎，這個什麼時候打開口了呀？現在艾琳的整個形象啊，就是瘋婆子的形象。既然對方這麼慘，那我們就不去嘲笑他了。畢竟10個6年啊，來復仇也挺不容易的。好，又來。其實這個艾琳呢，她實在是沒辦法啊，她是騎虎難下。打站立的話，拳腿功夫呢又打不過，只能通過摔跤呢來拖延時間啊，來試一試看一下能不能把張偉麗放倒。如果放倒的話，還有機會。但是很明顯，你看張偉麗金雞獨立，就是這麼穩。此時艾琳的老公啊正在台下在指揮她去勾張偉麗的另外一條腿，這一條腿都沒搬明白呢，搬2條腿。哎呦，異想天開呀！好，裁判見不下去了，將雙方重新拉回到站立。哇，這2個肘，剛剛的2記肘都很重啊！哎，轉身拿背了，我們看張偉麗的右臂已經摳了進去，再換到左臂。好，注意看張偉麗的2條腿已經是把後腳跟啊卡到了對方的這個大腿內側，無論對方怎麼動，我們都能跟着對方去動。好，裁判又出手了，但是艾琳向裁判拋出了一個很有怨念的眼神呢，因為他不想打站立，他打不過呀。可裁判呢，見雙方又沒什麼動作，沒辦法，只能把比賽啊重新拉回到站立。很明顯啊，現在艾琳已經是累得不行了，因為前面的話，她把大部分的體能都用在了這個想把張偉麗拖到地面這件事上。哎，這個角度，觀眾朋友們，該截圖的截圖，該暫停的暫停。好漂亮，近身的肘擊，現在真的是頭破血流啊！臉上的口子、頭上的口子都有。上勾，哇，太慘了，這比6年前還要慘吶！這是何必呢？這一戰打完，我估計這個艾琳呢，不服也得服了，畢竟她的年紀啊已經到這裡了，她沒有下一個6年了，這是她最後一次復仇的機會。打不贏就出家啊！不是少林寺啊，尼姑庵歡迎你。但是沒辦法呀，是她自找的，並不是我們張偉麗欺負她。其實現在對方已經有些消極比賽了，這種單方面黏着我們的行為呢，它沒什麼意義啊。不過這艾琳的抗擊打能力真的是相當可以了啊，怎麼打都沒有感覺啊。目前為止來看的話，一次都沒有被讀秒，要換的其他的女選手恐怕已經被 KO 了。哇，對方的這個髮型啊，
你看张伟丽现在整个发型还是完好无损，对方啊，像这个梅超风啊，相信梅超风大家应该是不陌生，这是金庸笔下的一个非常有感觉的人物了。好，比赛结束，比赛结束。我觉得这对于艾琳来讲啊，也是一种解脱。再打下去的话，也是无谓的挣扎，也是单方面挨揍。比赛的话，最终没什么悬念，让我们恭喜张伟丽啊，结束了双方这场6年的恩怨大战啊，连赢2次。我们正所谓3局2胜嘛，这下应该也是打服了。无耻的韩国選手在和我國選手奧爾格勒掰手腕時，在已經輸的情況下還惡意打人，這一幕讓無數中國觀眾感到憤怒。雖然說規則允許帶下這麼重的手，明顯是故意而為之。在結束之後，奧爾格勒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但他始終壓制着心中的怒火，沒有當眾發飆。當時我很生氣，我一直壓着火，到現在我還是壓着火。不跟他鬧。這個行為齷齪的男子名叫全亞綠，在接受採訪時，他竟然公開表態，輸贏他根本不在乎，他的目的就是要打中國選手，無論對方是誰。看着對方在得逞之後露出了得意洋洋的表情，雙方團隊不歡而散，各自回去為接下來的實戰做準備。而韓國棒子的隊友還在為他剛剛齷齪的行為沾沾自喜。而我們中國選手在車上也表現出了強烈的不滿，真的是沒有想到，竟然讓韓國人給欺負了。這換成我去，桌子掀了。整個我們中國隊都覺得很過分，就是太不禮貌了。雙方團隊到達了實戰場地，各自準備接下來的實戰對決。而為了使第一場比賽能夠順利拿下，打響一場開門紅，我們中方團隊直接掏出了一張王牌，嚴曉南霸氣出戰。嚴曉南目前在國際擂台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僅次於張偉麗，碾壓其他一眾的國際高手，是目前 UFC 女子草量級別排名世界第一。而韓方團隊這一邊也派出了自由練習跆拳道的美少女，比賽還沒開始，他就狂言他會 KO 嚴曉南。就是太不禮貌了，我覺得他跟我不是一個檔次。嚴曉南可以說是十分的自信，連護具都沒有帶。雙方的隊長都在台下緊張的關注着。比賽中的嚴曉南更是沒有令我們失望，在不帶護具的情況下，單方面吊打韓國的美少女，不僅多次把對手打趴在地，還讓對手的鼻梁遭了殃，當場被踢斷。最終也只能以狼狽的場面收場，輸掉比賽。這一下不僅讓韓國團隊顏面掃地，更是讓韓國隊長全亞綠皺緊了眉頭。不過贏得比賽的中國選手嚴曉南賽後的發言卻非常的謙虛。我也想幫助他慢慢提高，認真了，我認真教他。而韓國團隊為了扳回一城，也掏出了自己的王牌，一個重磅級選手，他就是金在勳。在接受採訪時，他曾表示自己是日本山口組的成員，也就是混黑幫的。不過早在半年之前，他曾和我們的中國選手奧爾格勒有過一次交手，只不過當時輸得相當的慘，不到半分鐘就慘遭 KO。不過這一次他信心滿滿，表示自己是要為韓方團隊扳回一城。而面對金在勳，中國選手張建軍表現得絲毫不懼，在接受採訪時也是相當的自信。一想起明天他挨揍，心疼。好，觀眾朋友們，這場重磅級的中韓較量已經開始了。很好辨認啊，紅色短褲張建軍，而黑色褲衩韓國的金在勳。這場比賽我們打金在勳的話是有着一個先天的優勢，就是我們的中國團隊隊長奧爾格勒呀2次擊敗過他。所以說對於這個金在勳呢，他的打法跟風格都是很了解的，知道對方的弱點啊，他的命門在哪裡。而且第一次交手的時候，奧爾格勒僅用了不到半分鐘啊，把對手打得躺屍擂台。哎，這邊奧爾格勒已經開始在不斷的喊了，告訴張建軍該如何行動。
而我們注意看，韓國團隊這邊也沒閒着，在給金在鑫不斷的布置戰術啊，出一些個陰招、損招。金身的肉搏，一個是滿身肥肉，一個是渾身肌肉，誰更強？那暫時不會多說了。张建軍本身就是練習摔跤出身，所以說是有童子功的，貼身肉搏呀，完全不慫對手。哦，雙方的拼拳。两次輸給中國拳手，讓金在鑫不僅面子掛不住，而且在韓國黑幫的幫派內部他的地位也越來越低，也遭受到了不少人的質疑。哎，嚴曉南這邊也在出招。在上場比賽我們也看到了嚴曉南的實力，將這個韓國的美少女打的是鼻青臉腫啊，那叫一個解氣呀。好，進地面了，不過張建軍形勢不太好，他處於下位。其實相較於格鬥來講張建軍最拿手的並不是打拳擊他是一個健美的職業選手。所以說我們看張建軍的身材呢非常的不錯肌肉塊頭非常的扎實。哦，想鎖腿，錯過了一個好機會。畢竟是半路出家，所以說這個柔術並不是那麼的頂級。我們看處於下位的張建軍在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氣，因為屬於上位的這個金在鑫他太肥了，他甚至不需要出拳，只是壓在我們的身上就讓人有點受不了了。哎，這邊裁判終止了比賽，告訴張建軍應該是讓他積極反擊，如果再不反擊的話可能會判輸了。這個裁判也相當出名了，可以說在世界上最大的格鬥賽事综合格鬥賽事你都能夠看到他的影子。何伯蒂恩，漂亮哇！前手有打晃，台下的中國团隊已經相當興奮了。哦，小心這一拳，張建軍是輪空了。作為一個重磅級拳手，拳都輪空是很危險的。我們看金在鑫，哇，瘋狂的打拳。我們看他這個不是打拳這像這個野狗刨土一樣，看起來很凶，拳頭密度也很高，但是每一拳都落在了張建軍的防守上打了，但是又相當於沒打。好，拳速慢下來，打累了，想靠一下休息一下，被一把推開。這下要換成張建軍進行反擊了。作為一個重磅級選手剛剛一連串的輸出，體能下滑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是說，現在這個韓國選手金在鑫他沒勁了。轉勾前擺，連續的輸出。好漂亮，有些晃了。兩边团队都很興奮，這才是拳法全方位的立體打擊，有擊斧，有爆頭，有左有右。好，不行了，軟了，這個時候已經軟了。裁判介入，比賽結束。這是韓國的黑幫打手金在鑫第3次輸給中國選手。我們看韓方團隊和韓方的隊長都相當的惱火了。沒辦法，這就是你們賽前欺負我們的下場。在那種場合我們不和你們斤斤計較，但是在真正的搏擊擂台上，我們不可能手下留情，也不可能輸給你們韓國人。好，让我们恭喜张建軍贏得了比賽的勝利，也恭喜我們中方團隊，這簡直就是吊打呀！再次恭喜，咱們下期視頻再見。